你可以娶我做老婆吗？啊！哥哥，你没事吧？你有病吗？没有啊。没有就出去。我还没讲完，哥哥，我时间到要回越南了，我只有嫁给人才可以留在新加坡。你这是什么要求啊？哥哥，我求求你，侯阳华一定会回来的，我不可以回去越南，我没有钱买机票回来了。关我什么事？你要找人，为什么要我娶你？哥哥，你是好人，你一定会帮忙我的。放手。我不会做自找麻烦的事。不麻烦的，我的朋友说签名而已，很容易。你朋友骗你的。结婚不是玩游戏，需要宣誓，而且要经过很多法律的程序。可是，哥哥，你是律师，别人麻烦你不麻烦。我没有那么无聊。哥哥，我求求你，我真的不可以现在回去越南，我真的需要找到我的妹妹，我的妈妈现在在越南等我回去，我求求你帮忙我，哥哥。哭也没用。哥哥，我求求你，我的妈妈生病了，我怕她等不到我带妹妹回家，我一定要快点找到妹妹，带她回去越南。我现在不可以回去，我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哥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哥哥。哥哥，这个我再送给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把帽子拿走，别放在我的房间里面。哥哥，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求求你帮帮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滚！把帽子拿走，听不懂吗？这个帽子送给你的，你不帮忙我，我还是送给你。钟世明，你特意跑来学校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些啊？你很无聊哎。活得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被女人示爱，所以我现在很烦。喂，你不给我建议，至少你可以关心我一下嘛。你被示爱就应该有2个可能。说。第一就是你表错情，第二那个女生瞎了。欧阳珊珊，够了，钟世明，我的 presentation 还没有做好，你放过我可以吗？我知道，所以你一回答我，我就放你走。好，10分钟。OK， 你觉得那个对我示爱的女人知不知道我在拒绝她？如果她听不懂的话，我还有什么方式让她对我死心？哎，我们现在天天见面啊，真的是，哎呀，尴尬死了。被人拒绝不是你的强项吗？你就想想过去被人拒绝的经验，你就会知道答案啦。就是被拒绝太多次了，所以我很明白表白失败的感受，所以我才更要尊重失恋。欧阳珊珊，你是怎么搞的？看软来挤掉，赶快去车子。这衣服很贵的。去。哎，是明在，我把他弄进厕所了，不如你们先走吧。哦，走。我为什么要先走 ？baby， 我以后再跟你慢慢解释。我们。
还好吧？你来干嘛？看我笑话？我是来说真心话的，真心话？你骗了我那么久，还敢说是真心话？也就几天而已啊。你凭什么抢我看中的女人？你凭什么？啊，有话好好说，你不要动手动脚。你都穿成这样了，还不是等我打？我穿成这样是怕到时候闹出人命，你会后悔。你为了女人打死兄弟，不值得吧？你这个王八蛋抢大嫂，算什么兄弟？你算什么兄弟？ Kimberly 她不喜欢你啊，不喜欢我，让她喜欢你啊？对，她喜欢我啊，我有什么办法？你照照镜子吧，你的颜值，你的身材，你的才华，有哪样赢我的 ？Kimberly 喜欢你，她是瞎的，她会倒追你这个包尿布、推销卫生棉的小丑吗？朱志明，你够了没有？你就是不甘心输给一个包尿布、卖卫生棉的小丑。我包尿布是为了谁？而且我一个大男人，我要去卖卫生棉，不就是为了你这个兄弟？平时你都叫我让着你，这次你让着我不行吗？你这个抢女人的烂屁狗，走开！朱志明，你除了会欺负朋友，你还会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还是比你厉害。动骨头，臭八怪，没脑子！你这个幼稚鬼，自恋狂，失恋王，张飞冠军！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啊，每个人都要当你的跟屁虫。你当网红，就是因为你怕辛苦，怕被老板骂。你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你追不到女生，是因为你自大、自恋、自以为是。你。你哭哦？舍不得打我，也不用哭啊。安静！抢了我女人，还说那么多伤人的话，你到底还是兄弟吗你？这是战术啊，我又打不过你，不骂狠一点，我等死啊！你滚！倔强！我要和你柴火。想哭就哭出来啦，不然会内伤哎。断嘴了！八珍汤来了，弟啊，趁热喝。哦，你在订机票？越南小妹的签证要到期了，我在查看哪一天呢的机票比较便宜。哎呦，又是这种新闻啊！有时候想想，这些外地来的女孩子挺可怜的，流落异乡，无亲无故，很容易受骗。人不贪就不会受骗啦。哦，那不一定。好像我们这个越南小妹，她没见过世面，要骗她还不容易吗？她应该是来自穷苦人家的孩子，一心想来这里改变命运，没想到梦一场，没嫁成，又得回去吃苦了。师姐打来的。喂，什么事啊？什么？你要结婚？为什么？姐，你小声一点，我不想爸妈知道。哎，怎么这么突然啊？你别跟我说你跟小妹，哎呀，不要这么冲动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状况而委屈自己啊！我没想那么多。总之，我跟方朝注册结婚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不要声张。你的人生大事啊，你不要跟爸妈商量啊，不行啊！没得商量，我反对。哎呀，你别喝了，你这样，来呀，吃薯条。珊珊，你最懂我了。我失恋的时候吃薯条就不会难过了。不过为什么今天吃了薯条，我的心
可是这么痛？为什么你和阿达都能找到真爱，我偏偏是独一的？那就证明 Kimberly 不是对的人，你就大方一点祝福他们，你会找到更好的。啊，不会啦。珊珊，珊珊，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如果我爱上的是你，幸福会不会简单一点？不会，你可能会更可怜，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堂哥啊，爱上我不是乱伦的。哎，我们只是假堂兄妹，没有血缘关系的。哎，你想拒绝人的理由可以有创意一点吗？钟世明，钟世明，你不要随手捡个人就是爱好不好？你有这么寂寞吗？你娶谁都好，为什么一定要娶她？怎么可以这么随便？我不会答应的，我反对。妈，结婚是2个人的事，我想自己决定。结婚是你们的事，但是你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妈妈的就没有权利过问吗？好了，妈，你不要生气了。现在世杰不是跟你商量吗？你们分明就是想要先斩后奏，还好被我发现了，要不然还得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妈，我现在还有资格谈喜欢吗？能有人照顾，不拖累家人，对大家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就算你一辈子要坐轮椅，也轮不到一个外人来照顾你。你到底给他们吃了什么药？为什么每个都帮你说话？我没有。不要装无辜，我不吃你这一套。等你爸回来，你自己跟他说，我不相信他会答应你的。回家这么久，第一次出来公园，看来我妈只放心让你陪我出来走啊。你不会是因为想要偷溜出来公园才找借口要我帮忙的吧？来，这是你要我帮你查的资料。谢谢。为什么突然要我帮你查这个人啊？你还记得住进我家的越南小妹吗？帮她查的。你平时很少管别人闲事，为什么会帮他？可能是睡太久醒来，人总是会变的。我听安迪说，你要娶她，是真的吗？我像是开玩笑的吗？那宋雅呢？你需要我通知她吗？她应该过得很好，没必要打扰她。这是结婚协议书，需要讲解吗？我答应结婚，不过你要遵守我所列下的所有条件。第一，不能够跟第三者透露我们的协议。听不懂。假结婚，除了你跟我之外，不可以告诉别人。哦。第二，找到妹妹之后，你必须无条件配合离婚，回去越南，而且不可以索取任何赔偿。第三，完成我3个要求，作为利益交换。意思是帮我做3件事，至于哪3件事，我想到了再让你知道。
我签，如果可以留在新加坡，我什么都可以做的。这份是你的。还要签？侯阳华，我帮你查过你要找的人，他在新加坡叫缅甸华，做玉石买卖的。他跟长寿大厦的一家水晶店有生意来往。对，就是他，他跟那个卖石头的店。哥哥，你找到他在哪里了？不算找到，不过他现在不在新加坡。不在。对，那他会不会回来？根据过往的出入境记录，他应该要半年后才会回来。半年？可是哥哥跟我结婚，我就可以留在新加坡等他了。说好吧，给你的，出去。哥哥，你很厉害，什么都知道。你说不要帮忙我，可是还是帮忙我。你是好人。谁说我帮你了？我是帮我自己。用你这种笨方法找人，你永远都别想回越南。我可没有时间跟你耗。哥哥，你骗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想的，你是真的对我好，对吗？别啰嗦，出去。哦。弟弟，麦罐头，我有话要问你。你真的要嫁给我哥？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哈？你才跟我表白，现在又说要嫁给我哥。如果你是因为我拒绝你的话才要嫁给他，那很有问题，你懂吗？弟弟，你可以讲简单一点吗？你的怀疑我听不懂。我的意思是，你不可以一下子说喜欢我，一下子说要嫁给我哥。你这样做，他会很难过的，他会很伤心。哦。唉。以我过往的经验，失恋之后找代替品是没有用的。怕你当了我大嫂之后，你的心里还是爱着我，那就等于精神出轨，你就变相让我亲手给我哥戴绿帽。弟弟，其实我骗你的，我没有喜欢你。啊？可是你明明跟我……我跟你讲的话，其实是要跟哥哥讲的。我怕我的华语不好，哥哥听不懂，所以就找你先学一下。等一下，所以你是要跟我哥表白，所以才找我当白老鼠给你练习？嗯。所以你是喜欢我哥，不是喜欢我？对，我喜欢哥哥，很喜欢哥哥，所以要嫁给他，然后他就娶我了。卖罐头！弟弟，你不可以打人的头，会变笨的。你本来就笨，好不好？哪有人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找人来练习的？吓死我了！卖罐头，没想到你对爱情还比男人积极，竟然敢主动求婚。你呀，当了我大嫂之后，就要好好对待我哥。虽然我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答应娶你，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幸福的。我哥他是受过情伤的人，在人生谷底的时候被他女朋友抛弃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嗯，哥哥是好人，别人对他不好，可是我要对他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然你劝不了孩子改变主意，那你自己就看开点吧。现在呢，不是做旗袍选布料，是儿子的终身幸福。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可以漠不关心，一点反应都没有？世杰已经不是小孩子，到适婚年龄结婚，我们还能反对吗？儿子分明就是随便找一个人来结婚，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啊，那个芳草，他哪里配得上我们世杰？世杰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过，他决定的事情肯定深思熟虑过，我们就尊重他吧。我跟你说啊，我不能够接受。什么时代了，你还计较这些？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孩子喜欢，做父母的就应该祝福他。哎呀，还反对干嘛呢？睡吧。要睡你自己睡。对了，今天下午妈从上海打电话过来，她知道世杰醒了，打算过来看看他。我们家娶媳妇也应该通知一下长辈。虽然这婚事不打算铺张，也应该趁这个机会安排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你真的答应他们结婚啊？睡觉吧。Lâu rồi không được ăn bánh đào xanh. Chị đặc biệt làm cho em đó. Chắc là em nhớ nhà lắm. Em nhớ mẹ lắm. Giờ con nội muốn lấy em thì ở lại lâu hơn rồi hãy về làm vợ nội sinh. 要学好华语。我们现在就讲华语。这里的男人很大方，你对他们好，可能也会有礼物。你看，哇，你的老公送给你。你对你的男人好，他们开心就会送礼物给你啦。我不要。你不要傻，我们来新加坡一定要赚钱。我们外地新娘做工犯法，不过我可以偷偷介绍你做工。这个是为什么？媳妇撞到，来多吃一个。你是我的好姐妹，我希望你好。呢家同鬼仔共快樂目高腰特閃đẹp。Niềm sao xin thật luôn liên đường về nhờ dấu xa vờ vỡ trong tim. Xiao xinh xinh眨眼睛，1、2、3、4数不清。公家办喜事了，新郎新娘进茶仪式开始。帅气的新郎到！哇哇哇！今天的新郎就是我哥，很帅吧？哇哇哇！新娘也来了。在心底，陌生的城市里，有熟悉的背影，找寻同一种安定。思念如影翻山越岭，未知里前进，温暖如影，风雨突袭。爸爸喝茶。铺满在心底，假使一个眼神拥喝茶。从此不怕远离。
妈妈喝茶。小星星眨眼睛，1、2、3、4数不清，想家时一抬头就感应。小星星放光明，在夜里指引，无论多远，家都在心底。梦是一场远行，太多措手不及，多庆幸有爱回忆。夫妻同心，扶持相守。谢谢爸。为支离前进，温暖如影，风雨同行，铺满在心底。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找到了就请握紧，别再迟疑。思念如影，翻山越岭，为支离前进。温暖如影，风雨同行，铺满在心底。家是一种守候，将心维系。奶奶到了吗？珊珊说她已经在卡巴了。二叔，哎，买花的，今天特别帅啊！哎，你还不是一样？长相越来越像我了。那个人，卖石头的人，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等一下会跟我们一起吃饭。为什么？他是我二叔。哈？待会儿不要冲动，回去再跟你解释。哎呀，这世杰，像他这种情况啊，能娶到外国的媳妇，算是很好喽。以后啊，他们生的孩子啊，一定很好看的。还有啊，你这个媳妇啊，以后除了可以生孩子，啊，可以当看护，物尽其用啊！哎，新郎新娘来了，来放草，就在这里。二叔，她是你的新娘。哎，好，好，好，来来来，给你们红包。来，这给你啊。谢谢二叔。新娘坐啊，坐。噔噔噔噔，我们有请上海神级美女裁缝师奶奶登场。看到你们真开心啊！奶奶，恭喜你这位是二叔。来。坐下，都坐下。哎呀，好，来，妈你坐。她是你的孙媳妇，越南人。来，跟奶奶介绍一下你自己。奶奶，我给她取了中文名字，她叫芳草。奶奶好。乖。这件旗袍啊，穿在你身上真的是很有味道，包边流线的很细腻，选色也很好看。永年啊，看了你的手艺啊，是越来越巧喽，又有进展喽。妈，跟你比起来还差得远啊。我现在啊是头晕手抖，不如你喽。哎呀，妈，当年你是不把功夫交给我而已。要是我来打理这个旗袍店，肯定做得比他更好。你呀，这么多年啊，还爱跟你哥抢功劳、出风头，一点都没变。说实话嘛。上菜吧，我在飞机上啊也没有吃什么，空着肚子啊
就是为了要吃这一餐。好的，小姐，可以上菜了哈。我在上海买了个礼物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哇，孙媳妇很幸运哦，妈很久没有来新加坡，一来就给你送礼物哦。见面礼一定要的嘛。哎，妈，我帮你找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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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这么巧？我刚刚在外面讲电话的时候，还以为看错人，怎么知道真的是你？哎，我来喝堂哥的喜酒，你也是吗？哦，所以之前你跟我说过，你有一个律师的堂哥，就是世杰。嗯，你还记得哦？他是我大学同学。哇，世界真的好小哦。我们进去吧。嗯。不好意思，大家我知道了。大家好。哎呦，来啦！快坐下，坐下，要吃东西了。好，恭喜堂哥。怎么那么迟啊？刚才做功课迟了。哎，妈咪，你还记得他吗？安迪。哦，就是上次在公园帮过我们的那个年轻人。嗯，找到了，找到了。来，我帮你带伞。哦，真漂亮。谢谢奶奶。妈咪，那个是堂嫂吗？嗯，是啊，很漂亮哦。我们可以开始了啊！哎，妈吃饭，吃饭。啊，我到你哦。来来哦，加油！鸡肉，来，可以哦。来，姐夫。牛肉好几个。做的很好啊！来，鸡肉。哇！来，不头痛了。我这里有风油。你口渴了，喝你的茶。我不干了，你好久没回来了，待会吃饱了到我们家坐一下子。我也想去裁缝店看一看。啊，妈，好妈，我陪你去。啊，世杰，二叔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送给你，我新款的水晶，来，让你放在新房里，招好运，祝你们早生贵子。二叔，不用了，我的房间不适合摆一些易碎物品。要的，要不然某些人会说你这个二叔小气呀。来，祝新郎新娘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来，恭喜恭喜！这酒不错，哎，再来。二叔接，来，要喝蛋糕啊，赚多少钱？等一下，叫多2只。妈，刚泡好的，你趁热喝。好，你放着。哦。哎呀，这些仓底货，你也可以研究大半天，我真的是服了你。什么仓底货啊？我看这些旗袍啊，都在水准之上，是镇店宝。哦，我看全新加坡最多镇店宝就是这家店，因为都卖不出。你胡说什么？你年纪长了，脾气还像小孩。我看呐，这么多年我在上海啊，这个阿龙啊，没有少找你麻烦吧？妈，我才没有啊！人家小气，我可是大方得很。我把店里最贵的水晶搬去他家给世杰聚能量，是人家不领情而已。你们2个年纪加起来啊，比我都大，还把以前的事儿啊放在心上啊？你呀，做不成旗袍师傅，你卖水晶也挺好的呀。我本来就有天分的，我只是不要跟人家抢而已。现在看见你留下来的旗袍店啊，做啊变成裁缝店，我心疼啊。生意还是难做啊。新加坡懂旗袍的人越来越少，我必须做其他的裁缝工来帮补。当然做不下去啦！
他打着总有一天等到你的旗号来做生意，把旗袍店当棺材店来经营，生意会好才怪。哎呀，大喜日子不要讲些不吉利的话。一个死脑筋，一个长不大，把两个人的臭脾气搅和均匀一点啊，以后就不会再闹了。我们不同爸爸不同妈妈，能做几十年的兄弟，算是不错了咯。在一起长大的，不是兄弟是什么？你爸爸跟你说了些什么，你都忘了？我没忘，都是一家人。大伯母，哎，回来啦！爹地说他们要陪奶奶去买点东西才回来。啊，好啊，那晚餐煮好了才叫他们回来吧。你奶奶难得回来，让她多逛逛。我也这么想的。这些盆菜和鲍鱼我放在哪边呢？哦，放在桌上就好了。好，谢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哦，就帮忙切菜吧。我们把菜切好，弄烧汤汁，淋进盆菜锅就可以吃了，方便。啊，大千跟佩佩有事回公司处理了，还好有你们帮我，要不然我一个人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了，真的是忙不过来。你哪是一个人啊，大嫂？以后你可以叫你的新媳妇帮忙啦。她懂什么？叫她煮越南菜吗？她煮的东西啊都不合我们这里的胃口，叫她也是多余。我很喜欢吃越南菜啊，我喜欢吃那个香茅鸡，唐朝煮的，肯定正宗。想到我就流口水。冰箱里好像有鸡腿肉，大嫂，要不然叫芳草煮一道越南菜，让我们大家尝尝。叫她进来厨房只会添乱，她连微波炉都不会用。真的不知道她究竟哪里好，我们世杰会看上她。小地方来的孩子啊，可能在乡下很少接触这些电器。我看他们那么聪明，学一学就会用的。娶媳妇最重要是纯真、善良、孝顺。哥哥，你先在这里休息，我回去我的房间换衣服。你有什么事再叫我。你去哪里？我回去我的房间。关门。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不要露出破绽。我不想再编故事解释了。我的房间？新婚夫妻难道分房睡吗？哦。哥哥，你不喜欢我帮忙你收？哥哥，那个卖石头的人，你的二叔，你知道他跟侯阳花是朋友吗？我知道，缅甸华跟他有生意来往。哈，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早早跟我讲？我告诉你了，也不见得能够找到他。我说过了，缅甸华现在不在新加坡。哥哥，你的二叔是坏人，他骗我讲他不认识侯阳花。二叔骗你。可是我不会骗你。我知道哥哥不会骗我，哥哥是好人。总之这件事情我会帮你，我会留意缅甸华的行踪，不要招惹我二叔。哦，谢谢哥哥。哥哥晚安。你干嘛？哥哥，
我睡在这个房间，应该睡哪里？除了我的床，随便你睡哪里。好，我睡在那边。哥哥晚安。不要关灯。哥哥，对不起，我又忘记了。我再说一次，以后不准关我房间的灯。哦。你又去哪里？我忘记小乌龟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可以去带它过来这里睡觉吗？可以，不过你跟那只龟离我远一点。还有，柜子里面有枕头和被子，自己拿。哦。爸爸，不小心睡着了。你不要回去房间睡吗？回去睡比较舒服。今天大家都累了，哎呀，尤其是你妈，人一累就乱说话，你别放在心上。不会，我没有生气。那就委屈你了。你要耐心，多学习怎么样跟她相处。我会听话，好好学习的。有什么不懂就问我啊。早点睡了。爸爸，真的什么都可以问你吗？我想要学旗袍，你可以教我吗？你想学旗袍？旗袍很美丽，我很喜欢。恒心和毅力你都有，不过学旗袍还要有天分啊。我会好好的考虑。谢谢爸爸。晚安。晚安。爸爸，小声点，我没事。爸爸，你没事吧？快点坐下来。爸爸，爸爸。看似安静的夜，只有月亮了解。睡不着的人逃避着的情绪很撒野，假装洒脱的人，等待着谁了解。我也一样不想多说什么，辗转难眠，不停在翻阅，麻木着直觉，还是无法停歇。我只想静静地陪在你身边，就让思绪在夜空中蔓延。别急着去整理累积太多的痕迹，现实太